有朋友会问我说，做博主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像做梦一样，就是你不知道5天后你在哪儿，和谁，在哪里做什么。比如像这是我的老友齐墨，他和我认识很多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框，我们在哪儿？我们在西藏一个海拔3600米的湖上，因为现在3、4月份的西藏是整个藏东南最漂亮的季节，这边会盛开桃花。然后我把他带到了这里，同时还带上了你的好homie，看你的好homie李思维，怎么样？惊喜吧？这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带上了我们的摄制组，我们的53无人机什么都准备好了，就为了给你拍一点美好的素材。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别废话了，这个船好像在漏水啊，大哥，我的脚已经完全湿了。对啊，我发现这个船有问题，它漏水。如果说你能看到我们接下来的样片的话，说明这个船没有沉得很彻底。我们开始吧，样片日记西藏版。划船。林芝位于西藏东南部，素有西藏江南之称，平均海拔大约只有3000米，气候温和湿润，自然风光壮丽。这里有着世界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雄伟的南迦巴瓦峰，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巴松措。春季桃花盛开的时候，更是美不胜收。但是镜头外，对于想在藏东狠狠出片，少不了这辆有着77年历史的硬核拍档，从非洲荒漠到极地冰川，都有它的身影。它就是路虎卫士。这一次我们一拍即合，我们带上了各种设备，希望与路虎卫士一起为你来收集样片，保证不会让你失望。Baby,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re steady as my whole foundation. It's helping me drown out all the devil on my shoulder saying, I guess I had to get lost to find what I found. Yeah, I swear that you came from above, took the long way around. 我的天哪，这我们是在哪儿呀？你看这个景，给你干哪儿来了？现在这是南迦巴瓦峰，这个风景还是非常漂亮的。很多人说北欧才有这种风光，错，在4月份、5月份，南迦巴瓦峰西藏这边，这个景有什么可以说的吗？简单来说，大家对西藏的印象，如果你想要看到这种极高峰，你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4、5千米背着氧气瓶才能看到的。但是在藏东、藏南这个地方，2000多米的海拔，你看 Team 跟我们直接就下飞机，没有高反，立刻就能到这儿。是的，现在这个桃花一开，你看这感觉真的超棒。因为它桃花和樱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桃花的花瓣也会散下来，但是它比樱花更牢固一点，不会一下子全散完，所以你有个比较长的一个花期。你会区分樱花和桃花的区别吗？不会，请告诉我区别是什么？什么鬼啊？你自己开始看人民日报的信息啊！人民日报，这是礼花，对，这是桃花，尖瓣红蕊，樱花裂。哦，你看，就它樱花是有一个花瓣是有个裂口的，哦，对，桃花是没有的。就这里，其实我又想说，我又讲很奇怪的技术点，就我一直认为，再过2年以后，大部分人看的视频会变成4:3的比例，2、3年吧。为什么？因为将来不管是 AR 眼镜还是别的折叠形态的手机越来越多以后，你的画幅比例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纵向的视野变宽了。所以说4:3的比例能让你看到更多高的东西，比如像这个山，16:9你会觉得它好像就没这么高，但4:3的画面你会觉得哇，这山好大好大。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竖屏平台观众非常讨厌横屏。横屏平台的观众超级讨厌竖屏，就是巨讨厌，要骂死你的那种。有些场景竖屏确实还行，但是大多数场景我感觉还是得横屏。但是啊，你看像现在这个场景，我给各位演示一下，你看16:9拍。就宽阔，但是会把很多黄土给弄进去。但其实这个视角，你看用竖屏拍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它有各自的玩法。我一直觉得竖屏不代表低质量，其实大家讨厌是竖屏的低质的内容，但是竖屏你用手机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另外一种构图的方法，构得很漂亮，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对吧？嗯。快 ，Team 上来！我来了。这里的景真的很绝，我感觉。哇！哪怕你见过再多的风景，我觉得这里应该也是会能震撼到你的一刻。是。下面是雅鲁藏乌江，然后是整片的桃花林，而到我们抬头慢慢看，跨越大概4到5个景观带，来到了上面的极寒的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这个景观你觉得怎么样？太牛逼了！
哎呦，硬核，只有麓湖卫视能来的地方。是的，就是这了。曾经俺说过，大疆有个无人机叫雾3是真的帅，但现在麓湖卫视110是真的帅。就我个人本不是一个 SUV 的死忠爱好者，但是这种形态的车，我觉得对我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因为这种方方盒，哎，就感觉硬朗很多，然后会没有那种 SUV 那种拱起来的那种感觉。我不是很喜欢弧线，但我喜欢方方正正的感觉。你不要管这么多。现在怎么个事儿？我秦哥是我们的向导，非常力荐我一定要来这里，带你来这里。这里有什么高明之处啊？秦哥你好。这里有一个就是网红的打卡地，旱地拔葱。目前我没有看出这里的任何高明之处。但是你看后面啊，这里什么呀？南迦巴尔峰旱地拔葱最佳机位，什么鬼啊？哎呀，一会儿让秦哥拔一个给你们看看。是吗？你根本不懂我们的旱地拔葱啊！我居然不懂了，怎么办呀？那你拔一个我看看呗，秦哥，能震撼到我吗？我们出发。怎么拔呀？人家随便拔一个就是50万、100万点赞的，你吭哧，真的假的？开半天，你有见过100万点赞拔葱吗？当然有啊，人家东方明珠、雪山都能拔啊，都有100万的。黄圣依也拔过，黄圣依也拔过。damn， 我没拔过。我也是一个拔葱的半专业人士。好，我教你啊。好，双手贴紧，然后等它慢慢起来的时候，好，慢慢伸开我们的双臂。第二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哦。雏鹰起飞。吃饭。我和你上次吃饭什么时候来的？上次吃饭今年过年的时候吧。确实，我和齐墨基本上一年只能吃得上1到2顿饭。是的，很奇怪的。这是我们今天吃的藏餐哦，各位，你们吃得惯吗？藏餐？咽下去的挑战赛。还可以，还行。来，秦哥。那我不吃。哎，真客气。你看，你都说可以，还行。我可以吃。那赶快，可别浪费了啊！这是纯生的酱。生牛肉太恐怖了。生牛肉酱，什么感觉？我吃一口，就是有点像芥末混了生牛肉之后，再拌了一点奇怪的。这个酱是牛肉直接打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煮过的，不能冒犯别人。老板还有葱吗？对，可以吧？你再给我们来点小葱吧。啊，好过来了，不能要别人面子，但是这个它真的很像一个鱼肉酱，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我是不吃鱼的，就很多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天宇不吃鱼，我别的什么都不挑食。你们能吃得动吗？这个生肉酱？生肉，你们来过，你们也吃不动生肉酱？啊，你也吃不惯？我不吃生的。啊，那老板娘，那你们做出来是谁吃呢？让妈妈吃。哦。老一辈都吃，因为现在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嘛。还好，老板娘人真好，我释然了，因为老板娘自己也不吃这个，就是妈妈会吃。我说我们怎么吃不惯，对吧？这合理了。就是我个人感觉啊，觉得藏餐其实别的肉类什么，只要是这种煮出来的这个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不是特别重口的话，2个东西我觉得你得注意一下，不是说避雷，但就是你得注意一下，就是一个是生肉酱，一个是血肠，这2个。对于这个没有怎么吃过重口的东西，人杀伤力会有点强，别的都还可以。生牛肉酱对我来说杀伤力真的有点大，但是好在别的菜还不错，尤其是甜茶真的非常好喝。如果你有机会来这儿，请一定要尝一尝甜茶。那除此之外，这里的景色也是不容错过的。
我跟你说，这个通常拍摄呢，其实我都觉得我还行，但是有一类拍摄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坚持的，就是你要在非常非常午夜的时候起床，然后呢赶去拍星空，然后你知道外面巨冷无比，但还是要出去。早上5点05分，结果2点50分我就醒了，然后就一路驱车赶到这边，来给各位看看我们的星空大师期末是怎么拍星空的。其实有很多技巧，这个真的有很多技巧。来，我们下车，下车迎接高海拔的寒冷的星空环境。拍星空呢，我觉得具体的参数啊、硬件啊，在这个频道没必要讲，网上随便一搜都有。但是其中有3点，我觉得是很关键的。第一点，这个反而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有优势，因为我们有一个农历的概念，农历15就是满月，根本就不用出来拍，最适合拍星星的是农历的月初和月末。第二个因素就是你要选一个绝对的漆黑的夜空，比如说西藏。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天气，就是你把所有事情准备好之后，你就只能靠玄学了。你最推荐的天气 app？ Windy。对吧？大家都在用，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大致的未来几个小时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仅限几个小时。来吧，我们来驾驶我们的机位吧，小齐墨。好的，来，我给你准备了。不对，我要叫期末老师。我现在不能再用平常我和期末的爱称了。期末他最像一个动物，各位你们猜一下，你觉得他在我心里是什么动物？不会是企鹅吧？不是，我觉得最像卡皮巴拉，你不觉得吗？期末就很像卡皮巴拉，很水豚，因为他说什么他情绪都很稳定，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大部分时候不动，然后动了以后他就开始不噜就开始上工。然后星空的延时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放大对焦，就是手动放大，把焦点全部锁死，然后要确认好几遍，你不能偏一点点啊。对的。我怎么感觉是你在给我教学，然后那个我来操作啊？理论上不应该是我只是一个给你教学吗？来拿来。请教我，期末老师。好的，你那个来切换到 MF， 然后进行手动对焦。好的，期末老师要考我了，好的，我们来试一下，好吧？然后我们现场灭灯，我们来看看我们拍的第一张正经曝光的照片，没有任何调整和构图，美学上的东西都不要。拍星空讲究的是先拍垃圾再成神。哎，我觉得还不错哦。哎呀，小潘又出作品了。这张我觉得确实还可以了。你觉得呢？就其实你这个图乍一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我眼里有2个问题。好，第一个是你看你的车头是朝那边的，对吧？那理论上你这边的空间应该留稍微多一点呀。第二个是你的银河你要再稍微左边一点，因为它是往右边这样移动的。如果你在这里的话，那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第一帧是这样的，然后它慢慢移到这里就没了。确实，期末老师批评的是就很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拿到这一点。好的，被骂了，好爽，过来。我操，兄弟们，教育影视飓风老板的感觉太爽了吧！哎呦，那也还好吧，被骂的感觉挺爽的。经过了一番努力之后，我们总算定下了好几个机位。就这边，当然我们拍路虎卫视的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机位，但是别的好几个不同的焦段也都部署在各个点位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就打算开始我们今天这个凌晨起来到这边来拍的这个延时的样片收集了。如果拍的不够好，还请给小潘多多鼓励，因为我们调整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后马上要天亮了，有点局促，但是希望各位喜欢我们这些不眠者给你拍摄的星空，希望这个星空祝你好梦。我们开始吧，关灯，晚安各位。好的。你对焦对好了啊，我信任你了，我按了啊。我没对啊。哎呀，因为不是你倒是快让我给大家看样片啊，费劲了。我以为我色话说的很好，不是你刚刚就已经结尾，然后已经进入到那个 B-roll 的片段了呀。没有，已经进了，还没进。我说没进就没进，我会把这一段也剪进去的。开始了，这就拍了。不是，先测一张。奇怪，那你开着灯测个。哦，对啊。快点！哎呀，别测了，就这样吧。
不能不让这段星空岩石样片垮掉，我想你也应该猜到了，我们短时间真的拍不了这么多星空的素材，像这些都是期末之前所拍摄的星空岩石，他也希望能够免费分享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其实我们之前样片集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去一个点，我们自己也没去过，只能走大众路线，所以拍的景和别人会有点趋同。但是当你有了一个很资深的人以后，这一点就很好，他能带你去很多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点。这是哪里来的？我们现在要去的呢是灵芝巴松措里面的一个秘境，它是通过一条外人基本上不知道的路的，然后就这条路有点烂，然后一路开进去就能到达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这里就比较难了，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高低差，还有个涉水的地方，但这对路虎卫士来说反而是一个能够大显神威的地方。是的，我们可以把它的底盘升降升到最高，然后打开它的透明底盘，没错。这里面，然后点越野，我记得，然后你看这样透明底盘就被激活了，就它有这个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它所有的这些动态数据，包括它轮胎、姿态，它所有的你全部都能给你呈现出来。这样的话，对于各种越野场景都很轻松。比如我们现在过这个比较大的高低落差，还有涉水，就是怎么样，带劲不？没有任何难度就能过去，这个是我觉得路虎卫士特别猛的一点。我一路过来有很多这种坎和坡，它都是随意过掉。哎呀，就稍微往里走一点，这里就是期末带我们来到的秘境。哎，就挺好的。你看这边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我们这帮伙伴在。因为现在其实我很害怕一点，就是我在很多时候线下会遇到大量认识我的人，就我不介意这一点，但是现在就已经认识我们的人太多了，就已经多到了很恐怖的一个状态。期末，你觉得你心态有变化吗？就是现在认识你的人也会多起来。我的体量，我说句实话还没到达的那么大，但是就感觉出门在外，可能自己的要所作所为都有一定的束缚力吧，我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我想跟你讲一两个故事，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会到我们公司门口来等着我，然后想见我一下。我不推荐这个行为啊，但是确实有的朋友会来。然后有一次晚上11点多，然后就应该有个初中还是高中的一个同学，就等我等到这么晚，然后我一出去他就立刻上来，然后他根本就站不住了，就你知道吗？他就感觉像见到了一个什么人一样，然后就完全站不住，瘫软在地上了，然后把他扶起来，他手就一直在抖。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很微妙的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好像我和几年以前没有什么变化，但为什么别人看我的方式变化？那这一点到底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再加回到了他的身上，还是我自己真的有了这个变化？就反正这是有点悖论的一个东西。对，我觉得他们不是看待你的方式变了，而是他们喜爱你的程度变了。我个人是这个观点。如果说各位你遇到我，或者你看待我，请你把我当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人，吃喝拉撒。我刚才还放了很臭的屁给期末，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说实话，其实每一个博主，我感觉都是很普通的人。所以你这算是第一次走完了一条完整的西藏路线，你觉得这里的，或者说西藏能洗涤心灵，那对你有什么帮助不？我觉得吧，讲真啊，各位，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很多，所以雪山我也见过很多。你说真的要有多洗涤心灵吧，对我来说好像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美景，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感觉。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到底，我是在城市里面经常要面对很多很难解的问题。其实焦虑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任何我能解或者身体的压力我都不在乎，但是有很多问题是我目前解决不了的，这个时候就会很难受。比如呢？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目前内容做的还不够好，第一季度，但是我想快速扭转它，几乎做不到，所以我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扭转。但这2到3个月就是一个阵痛期，我会非常难受，这时候就会心里面有这种不怎么舒服的感觉。但这个时候我要开始说色话了。如果我自己觉得很不舒适或者很不舒服，有个很长期的这种痛感的话，我会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n the end. If it's not okay, it's not the end. 就再糟糕的事情都是这样，对吧？它总有个和你自己和解的一个时候，除非死了，但那也就结束了，对吧？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总有一个和解的机会。如果还没有 OK 的话，那就还没到这个终点呗。
就也别这么难过了，未来总有个停止的时候。我们这个旅途到这边也差不多了，我们的样片在这边全部都准备好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一定要去关注一下期末的频道，他也会拍很多很厉害的东西。同时非常感谢路虎卫士这次对我们的节目的大力支持，他们这辆车的越野性能真的对我们的整个藏东之行有了很大的帮助。从1948年第一辆路虎系列1问世，到1971年路虎系列发布，1990年正式更名为卫士90和110，2019年全新的卫士全球首发。路虎卫士作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一直在帮助人类一次次探索未知的疆界。那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极其可靠、强大的一个拍摄制作中心，一路保障我们走下了这整一趟的样片机之旅。那再次感谢路虎卫士，我们下次再见。